叶晨的话让段立业一下子有些短路，不过他在捋了几秒钟之后，便捋清了叶晨这个暗示的内容。其实叶晨就是想给他的暗示来一个触发条件，当段立业不在这里的时候，叶晨不需要他为自己所用，也不需要他心里一直惦记着自己是他的主子。叶晨需要的是段立业不在这里的时候，他还是他自己，他不记得他有什么主人，也不记得他被人做过心理暗示，这样才能确保他在其他人面前没有任何影响。而一旦他下了船，到了铜矿之后，真正的强暗示便开始起效，这样可以确保段立业一到这里就变成一个工具人，而当他离开这里之后，又能恢复正常，做他自己。只是唯一的区别是，在他潜意识的最深处，叶晨给了他一个隐藏极深的暗示，坚信这里没有任何异常。这个命令极其简单，而且不需要段立业去为此思考，更不需要他为此应对任何其他变量，所以这种极深的心理暗示对段立业的影响也会降低到一个极限。更何况叶晨还特地暗示他要遵循本色，如此一来更难被其他人看出什么端倪。不过除了段立业之外，昨晚在船上叶晨还控制了他的那个男宠，眼下需要给那个男宠做上同样的心理暗示。于是他对段立业说，你去一趟船上，把你那个男宠带过来，我有事情交代给他。好，段立业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，随后便立刻推门出去。就在段立业离开之后，叶晨将万破军、李念宗、萨九龄、547以及万破军的师尊邱志远等人叫到了办公室。待众人进来之后，叶晨便开口道，诸位，我已经解决了段立业的问题，以后只要他还是特使，这里就可以暂时避开破青会的监控。不过一旦这件事情发生变故，这个基地恐怕就要不得了，到时候所有人都必须趁破青会还没有调集足够的量前来征讨之前，立刻从塞浦路斯撤离。李念宗恭敬地问，先生，我们所有人加起来超过4000，如果真需要撤离的话，能往哪撤离呢？叶晨微微一笑，宽慰道，这一点不用担心，万隆殿在对岸的叙利亚正在建设一座能容纳10万人的基地，如果真的需要，我会让他把所有人都转移到叙利亚去。万破军这时开口道，诸位放心，万隆殿从叙利亚机动，响应速度要比破青会从其他地方机动快得多，而且以破青会目前的全球机动能力来看，他们单日可在全球范围内调动的死士数量不可能超过2000人，真动起手来也不可能是万隆殿的对手。万破军说这话是很有把握的，破青会的实力确实很强，而且势力遍及全球，但是真要说集中力量办大事，这一点他们绝对比不上万隆殿。就算是一个军事实力在全球排到中等偏上的国家，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全球机动部署上万人，而万隆殿麾下足有数万将士，而且大部分都集中在叙利亚周边，所以中东地区万隆殿还真不用害怕破青会。万破军的话让李念宗以及萨九龄等人松了口气，他们毕竟也都有家有室，而眼下又刚刚看到改变命运的曙光，这种情况下内心深处自然是想看到更多的希望，看到更大的成功率。若是背后还有万隆殿做支撑，那大家也就可以彻底放下心来在这里坚守了。叶晨此时开口说道，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，就算我们眼下能够隐藏的再好，这个基地都早晚有暴露的一天，不过暴露并不可怕，只要我们做好万全准备，就一定能够避免不必要的伤亡。说着叶晨又道，你们听好，一旦段立业这里出现变故，我们就立刻将所有人撤走，不过在撤离之前，你们一定要将这个基地给我彻底毁掉，我要让破青会亲眼看着自己的心血付诸东流。这座铜矿价值并不算高，但铜矿底下专为死士配建的地下工程，其价值不可估量。单就整个地下工程的施工成本，估计也要10亿美金起步，再算上各种硬件设备，成本更是天文数字。最重要的是，悄悄建造这样的地下工程，
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，10年8年也未必能够建成，这对破青会来说才是最心疼的。李念宗开口道：先生，若是您允许的话，我们可以提前在地下打好爆破点，一旦需要时，只需在爆破点内装满烈性炸药，就能将整个地下工事全部炸毁。一旦地下被毁，地面将产生巨大的沉陷区，整个铜矿几乎不具备任何抢救价值。萨九龄也立刻赞同地说道：没错，先生，铜矿日常开采就是采用爆破掘进的方式，节度使那里掌管着大量的乳化炸药，只要在关键的支撑位上预埋足量炸药，便能将整个地下全部炸毁。叶晨轻轻点了点头，开口道：既然如此，那就提前做好准备。说罢，他转而看向万破军与他的师尊邱志远，吩咐道：破军，今后由你师尊担任这里的节度使，负责协调整个铜矿的运营、爆炸物的管控以及危机情况下的应对。你从万龙殿组织一队人马，成立一个特战队，特战队交由你师尊管理，全面负责整个铜矿的日常警戒。一旦你们发现某一天来这里的特使不再是段立业，你们就立刻执行撤离计划。万破军与邱志远异口同声地说道：属下遵命。而邱志远更多问了一句：叶先生，如你所说，一旦特使不再是段立业，我们是不是就要将新来的特使杀掉？对，叶晨坚定地说道：一旦发现特使换了人，就把他放进铜矿，一旦他进了铜矿，特战队立刻群起而攻之，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其和其随从斩杀。说着，叶晨又道：所有人听好我接下来的命令。一众人立刻打起12分精神，等待着叶晨的下文。叶晨看着邱志远，表情坚毅的朗声问道：一旦斩杀成功，邱志远要立刻在30秒内向万破军传达信息，不得有半分延误，你能做到吗？邱志远双手抱拳，躬身说道：叶先生放心，属下延误1秒，劈头来见。好，叶晨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又看向万破军：破军，你收到消息之后，务必在半小时内派出舰船赶来塞浦路斯，舰船一定要足够把所有人接回叙利亚，而且一定要有足够的隐秘手段，不得被对方追踪到任何线索，你能做到吗？万破军立刻高声道：请先生放心，属下一定完成先生所有安排。好，叶晨又看向邱志远，嘱咐道：一旦你斩杀成功，并将信息传达给破军之后，要立刻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信息同步给骁骑卫及死士，同时派遣特战队开始在提前打好的爆破点进行埋药，做好爆破准备。你能做到吗？邱志远再次躬身道：回叶先生，属下能做到。好，叶晨看向骁骑卫李念宗，吩咐道：李念宗，一旦你收到消息，立刻通知所有骁骑卫的家属准备撤离，同时你亲自带领骁骑卫的精兵悄悄出动，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货轮上的人全部控制起来，确保他们短时间内无法对外传递任何信息。你能做到吗？李念宗不假思索地坚定回答道：先生放心，属下定不辱使命。叶晨点点头，又看向死士萨九龄，命令道：萨九龄，一旦你收到消息，立刻组织所有死士及家属做好撤离准备。你们身居地下，撤离的时候一定要在保证速度效率的情况下，做到有条不紊，绝对不可慌乱，而且一定要确保老人、孩子、妇女先撤离，其他人若是胆敢抢先，格杀勿论。你能做到吗？萨九龄恭敬道：先生放心，萨九龄以人头担保，绝不出任何纰漏。叶晨满意的微微颔首，开口道：届时只要你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干掉新特使，控制住货轮上的人，理论上至少能为撤离争取到半天，也就是12个小时的时间，这也是货轮卸货再装货所需要的时间。破青会对他们的剧毒以及解药太过自信，这也是我们的机会，只要把握住这12个小时，我们就能够撤得无影无踪。等所有人撤走之后，最后留下断后的特战队负责将整个铜矿全部炸毁。到时候巨大的爆炸必定会先引发塞浦路斯当地的关注，一旦他们插手，
破青会想跟进调查就变得非常困难了。而且这种爆炸会让整个地下全毁，同时在地面形成塌陷，几百米深的地下，他们也根本不可能深入调查。所以只要我们撤的时候不留下线索，这几千人在破青会眼里就会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。他们绞尽脑汁也想不到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，更想不明白这些人是怎么突破解药桎梏的。到那时，恐怕破青会自己首先要被吓得屁滚尿流，对他们来说必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说到这，叶晨微微一顿，笑着说道：以上就是我们的覆巢计划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